哎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哦，看到了我们的聂西啊，许愿成功了一把。对，来看一下这一场求生者是选了小说家、勘探、飞行家以及佣兵。这个版本选佣兵，感觉其实稍稍的密码就会慢一点。现在在榜前的排位里面，常规的救人位出现的是越来越少了。是的，直接叫一个大喷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悬停。是，往花坛方向去牵制啊。这一局的话，确实佣兵的选择，它就是排位环境中一个不太说容易出错的选择，因为它救人比较稳定嘛。至于我亏的这些修机进度，那就看你牵制位能不能给我补回来了，对吧？反正就选出的佣兵基本上不会去背锅。对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第二个喷气背包必须得交，但交出来之后，感觉还是转不到一个安全点里面。感觉前面要倒了，没有交互点给他了。对。他是一个纯化险飞的飞行家，对，还没飞轮，看一下这个地下室，但有点糟糕了。最重要是他这波逆袭出去，他探到了起码2个人修密码机的身位，场上信息对于他来讲应该是比较清晰的。是。这波牵制的话呢，1分多钟时间上挂，然后佣兵直接发了一个别救保平。那现在就更不背锅了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如果说你想就是这个佣兵换成一个守墓人，可能说这波地下室都可以尝试来救一救，但是佣兵的话是双倒的风险还是有的。对，但是他不救的话，直接选择在中间原地蹲下，感觉这个密码机会掉很多，这波也直接出来找到了。不管弹远一点，看聂西这边要不要选择回防，感觉这里可以插个眼然后回去了，不急，这波拿到足够的一个收益了。但看一下还想贪，一波砸到。很漂亮，后面也已经勘探员应该是过去了。对，勘探员过去把人救下来，然后看能不能帮忙吸一下，辅助飞行家交出自己的最后一个喷气背包。对的，但是这个勘探员也要小心点，毕竟是手里没带回光返照，是一个双弹加上飞轮效应的一个勘探员。哎，给压力，给压力，不急，这个位置喷气背包不交出去的话很难出，但是你交喷气背包，你后面又保不到，哎呦，尴尬。哎呦，还解擦，坏，取消擦刀，那很糟糕了。其实我感觉求生者也不用太着急，因为手里还有磁铁嘛，哪怕等磁铁的 CD 过了之后再扔一块也好。这样的话，他达到了一个亏损的最大化了。不过他藏的这个位置还可以啊。感觉不可以了，差点插出来就不可以了。感觉亏损不是最大化，最大化应该是一个坠机坠到2个人，对，然后再把勘探员击倒。对。哎呀，其实波也差不多，对，也差不多。然后别救保平来了，感觉看到了我的排位啊。这时候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地窖在哪？那第二个问题呢？第二个问题就看是一会儿我走还是小说家走。OK， 是吧？我应该是佣兵那个角色啊。好，我救的还可以。就看这个勘探员能不能倒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，再去救一波。毕竟双弹飞轮效果还没发挥出来嘛。不过看样子是还想进去摊一波佣兵，摊得到。能摊到，哎，差一点。好走位。哎，但是佣兵最后一个换被打断了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出刀之后的一个小僵持，让佣兵觉得我有机会无伤出去，给了他一个错觉。对，结果摊了一波道具。看这波落地加上一个冲动，哎，太好用了！落地加速加冲动。聂西的这个落地加速加冲动，确实是让求生者很没招啊。再换一波密码机又不够，然后勘探员还要交出自己的一个绝处逢生。不过换挂佣兵的话，外围起新机有时间，对，机子是有机会够的。看这波救人，小说家想直接上来换位救。哎，小说家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着急，因为他是有下地下室的手段的。但现在的话，佣兵又没道具，我换挂你小说家都可以。看一下聂西，外围勘探员已经在起了。哇，熟练度很高的3段跳啊！对，他利用一个高低差啊，就是说我可以在矮的地方起跳，这样的话我第1段跳不会顶头。对，刚刚好能够跳到我下一段跳能够起跳的位置。对，很细节的一个聂西的操作。现在手里底牌也还在，感觉可以考虑翻。因为落地勘探半状态不一定溜得动了。对，但是现在眼还没有长好嘛，所以说先排一排。小说家的位置，一个位置，这波直接救不下来，那结束了。对，飞轮交出来也没有用啊，身距也是不够的。对，因为他有个落地加速还在生效，手里还有冲动吧。
所以说小说家这一波真的，刚才那波不应该太着急的，晚一点下去就估计密码就压好的，因为他是有下地下室的手段，他有飞轮，然后有隐喻。对，啊，现在悬念就是看勘探员能不能走地窖了，能不能走狮子楼的地窖，好难啊！第二块磁铁直接躲掉了，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坠机能不能好好交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在跳！我的天哪，这么准！太会那些什么 OB 位的时候又没办法处理怎么办？哎呀，真是女王风啊！许愿成功了，我不装了。可以啊，慵懒兔。今天的导播其实是我。OK，来看一下这张图是军工厂，然后对手是野人、机械、调香、勘探，这个位置也是在追勘探员啊。好，一点能量没摸到啊。对，一点能量都没有摸到。这个对于女王风来讲的话呢，就是抓紧时间。汲取移速，汲取能量，然后攒到35，整一个刺儿，然后看能不能打到。因为这个刺儿，我说实话，我玩女王风，我 PC 打女王风，我觉得这个刺儿命中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有点困难的。它是有个前摇的，0.5秒的一个前摇，对吧？这个是非常难受的一点。你要想打那种没有前摇的试刺的话呢，你还得1阶或者2阶才可以。但是的话，你看这个就是很明显。当我想打这个试刺的时候，明显的感觉到你是有走位的，对吧？但是后边的一刺一刀还是衔接的非常好的。对，而且这个位置也是大空地，感觉上是马上就要倒地了。直接再给一刀，还能多拿半格的一个存在感。而且能量也省下来了嘛。对。首乙阶段的话，这个剑客者还是比较强势的啊，因为毕竟你来救人的话，你可躲试刺的这个空间它并不多。而且你看他选的这个椅子也是非常好去扎中求生者的一个位置。是的，很空旷，没什么地方能够去跟他博弈。看看这波来救援，应该是野人准备过来了，还是说野人过来了？野人过来了，但野人就这么溜达过来的话，圣族有点危险感觉。这个刺儿，看手里能不能攒出来2根？看一下这个，哇，1根。那野人不太好修理，有点压力的。第2根直接命中，没打到。野人的博弈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椅子了。对他一直是野人，就一直利用一个救人的换位嘛，是吧？左右换，这样的话，你这个试刺它判定空间比较小，对，不好中。你只能走到椅子旁边去，才能把这个试刺命中。对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2次牵制肯定是没有的。对，应该是溜不动了，因为有一个移速加成。而且倒在这个点，野人相对来说也不太好 OB 啊。看看这个位置好像还想抢 OB。但是他在窗边，其实让他撞下来也没关系的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加速绕了2圈了。其实这个点我觉得撞下来没关系的，可以牵的。但他可能想再压一压，把人压走，因为他去翻那个窗。妈呀！那这样的话还行。2个试刺加1个平 A， 把猪打下来了再挂。那这波其实耽误了好久。对，拖了起码20秒，并且把女王风手里能量全部消耗干净了。对。没事，这边有一个勘探员，看能不能来保一下，吸一下啊，汲取一下能量。你有没有发现这把其实调香师还带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天赋，飞轮效应加上化险为夷。对，这个很难去猜得到。这波的话应该是调香师来不及过来了，直接让勘探员过来救，但勘探员他没有光反照。不过这波大吸到了，能直接救。哎呦，走位做得很漂亮，看一下第2波。哇，还在。对，还在把这个磁铁的 CD 给拖出来，然后直接把这个人救下来，再帮忙卡住这个位置，卡住了，够了，密码线能量了，再吸一波可以直接开。哦呦，这个吸的位置好啊！直接专心破译，然后这边直接一个热杀风球，但是机械没选好位置，一个飞轮顶雕，但是还是在大空地上面。对，底牌挽留还是有机会去拦截门的，而且这边就离椅子很近。把虫群放到小门的位置，然后本体准备传大门吗？来不及，手里叉也没好，他只能先去排一下这个门。那先来排这边的话，那感觉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3泡面了，中场的地窖。对，看一下这个传送，好来了，来看一下鱼人金，也是比较少见的角色了，感觉。对，主要是这个角色感觉也不温不火，但是追的人是幻灯师啊。上来的话，先挑战一下我们的幻灯师。你看这个幻灯师打得非常好，直接一波回头，
有的人说真的，幻灯师在开了技能之后就相当于是一个无敌状态，我觉得真的说的挺对的。哦，是不是你奶的他？哎，我奶的。啊，幻灯师说什么无敌？哪里的话？没有，我技能在的时候我是无敌，但是技能结束我就、哎，对吧？技能结束该被抽刀了。是啊，那就很正常了嘛，对吧？是的。来看位置，还想打一波回头。哇，这位选手是非常喜欢玩幻灯师然后回头走的人了。是。打反心理博弈。幻灯师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得手速快啊。要是手速慢的话，我就经常被打到自己的一个本体。对，这波飞轮也没博弈好，那这样的话直接倒了，其实没算溜很久啊。对于幻灯师来说，这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牵制啊。但是你想吧，这要换成其他角色同样的溜法的话呢，可能35秒的时候就倒了。对，倒的还可能更快。对，所以只能说幻灯师的话，它的一个牵制下限还是在的。而且的话，追幻灯师本身也不亏，外围的话都是满速修机，除了守墓人。守墓人过来，外围被拦一铲，闪现开一刀，不太好救了。狂暴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砸一下不太敢救，回头化纤维跳出来，但是画家也过来给了一刀啊。是的，这波选手状态掉太多了。愚人金外围拦截打得非常的好。愚人金的话配合3狂暴，外围给一刀，感觉确实再加上枯萎的一些作用。对吧？还没到椅子呢，就要被震了。是，然后你看这波偷袭还偷到了守墓人，偷袭到了中场。这波求生者状态掉的太多了，不过好在画家是可以先出来画啊。下一波魔术师过来救，然后看画家要不要过来放话稍微保一下，要不然这波幻影唯一套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对的，统计到了画家另一边在补状态，那就说如果说魔术师来救的话，场上是没有人在摸的。机子没人修，密码机会拖很久。画家还是要过来帮忙的吧？他要不过来的话，起码要过来找人放话。对，摸好了的话，他也可以留话，留着自己溜。这位置已经炸到一下了，看起来很危险，可以等，不急。对，魔术师想主动出击，很漂亮。对，魔术师也是比较会救的啊，知道我一会儿如果说等到你给完我一刀，你收稿我就不好救了。啊，配合上一个狂暴，时机不太好把握。对，而现在有的愚人金他很精，他没有等收稿的时候交这个出拳，他是等我快收的时候，你预判我是收的时候交，但实际上我打完之后等1秒他才收。对，那这样一来一回我擦刀好了。是，中间刚好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差，你刚好救不下来。对。然后这波一个稿子又偷到守墓人，守墓人这把被偷2次啊，其实在高阶排位里面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操作了。也可能是故意的，这样成半分状态我就可以摸满了，是吧？有点像约瑟夫。打愚人金也得算血。对。看一下，刚刚化险为夷暴露了，魔术手里哎又偷了一次，还是守墓人。这个没法圆了啊，这没法圆了，这个没法圆了啊。哎，走脸了。哎呦，那前面一个稿子跟过去，直接把铲子打出来，有点亏的。感觉有点毁了呀。这个车好像撞不到啊。前面又不敢进板，得在外面下铲才行。感觉要被打出来了。被打出来很难溜了，溜不了，位置太空旷了，太不好了。过来架住点位，哇！这愚人金熟练度很高啊，玩好了很帅。对，而且永年阵的话，算是愚人金非常好打的地图了。你看这波他3波都能够偷到人，地形肯定是功不可没的。魔术师还要来救吗？这波确定不让画家来吗？感觉魔术来的话太危险了。看画家来的话，可能也要被拦。离得太远，闪现也好了。看一下魔术帮先规避一刀。来一个一触即发。先骗一波可以，哎，第2波炸到了。但没事儿，保住了守墓人，能救下来。对，但是应该是保不活的。对啊，有闪啊。刀直接击倒。没办法，画家必须得出动了。而且魔术师绝处逢生，估计还得交，密码器不够。对。挂到厦门这边，还是个遗产。对。感觉这局有点毁了。魔术师把绝处逢生交过来，感觉要外面兴起了。但你看2轮这台机子也不好修啊。起不了，2轮起不了。很容易被偷的。对。有些机子对于愚人金来讲，就是你去修就容易出问题。不过这波的话能打一个无伤救，看能不能保一保。时间的话还有大概50秒左右，得保过这么久还是很有压力的。这边画家交付被偷了一下。
看一下这个位置有刀吗？侧刀，哎，打在墙上了。哇，这个侧刀打中了，很极限的一个侧刀啊。对，刚刚好。哎呦，哦，有点吓人。对，这个车感觉马上就要碰到了。对，还有最后一个急刹。那现在就看愚人金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了。哦呦，这个点位置学到了，观众朋友们真的学到了。 就那么一条小缝，然后把 Gauss 丢过去，一触即发，直接打到这个魔术师。建筑之间是有缝的。嗯，很多角色都可以利用这个缝，像是台球手啊，像是红蝶都可以利用它。对，还可以，反正建一个点位，学一个点位这样子。感觉应该是能6到压好的吧，如果不管。感觉应该是马上要压好了。看一下饮食，这个密码机还敢修吗？直接开。亮了。 防止被偷袭。这个愚人金还是纯挽留，然后八卦阵的愚人金啊。对，这样的天赋还是蛮少见的，因为一般来讲，不管怎么样都会带个底牌或者带个封窗啊之类的天赋。对，对于愚人金来说，其实也还好，因为它太依赖3狂暴、3快踩了，对吧？你要带，顶多就往封窗那条线想想办法。你要说带底牌的话，反正你快踩肯定和狂暴不能兼得了嘛，对吧？ 好，那这边直接魔术师出去了，这种特别一听就非常强势角色。哎，真来厂长了，来看一下，这是这个在我排位里边的3位大人之一啊。不过这个厂长是没有去点那个狩猎本能啊，感觉厂长前期点狩猎本能去压着头走的那个移速也很恐怖。对啊，关键狩猎本能和追猎只能得其一嘛。对吧？就是我要是追猎的话，因为追猎肯定是必点的。对的。啊，然后狩猎本能恰好又不在这个张狂线上，就看他个人的取舍吧。对。这块直接放火夹，打的还是医生啊。对，也是我们之前说这个版本啊，确实还算比较厉害的求生者。抽一刀没抽到，直接过来绕，看一下。木炭好像在很后面的位置啊，要卡位。对，想卡位，因为木炭一直是没收的。对，前面这个板子感觉要出刀了。 说到的话，剑木屋，我感觉医生已经满了，不知道为啥感觉医生已经满了。他已经用了一瓶药了。对，应该是起步3刀了。这个位置对就基本上起步3刀了。现在的医生很难不是3刀吧？我觉得。追猎起来，闪现开第2刀。那现在很难回了，很难回了，就应该是比较容易拿得到了。对，看医生这瓶药要不要省一下。 可以留到自己26的时候再用吧。对，主要是有木炭，木炭的话能够卡这个交互点就很烦。是的，这个是真的没办法。哇，这追猎，这个速度，这追猎，也太追了，这个。陆地飞人，确实。那这样的话挂上医生，现在就比较考验救援了啊。不过这一局的话呢，因为是有先知的啊，所以说我觉得救援压力并不是很大，而且他现在还没有到达2阶。是，再加上你看这个厂长他手里其实也没火，用火不够，到时候没木炭，手里压力不算特别大。是的。看一下，如果依旧能把鸟省下来，啊，哦，还是想直接救，直接给他，因为你如果依旧不省鸟的话，2救的话是个问题。2救现在是有2阶，有2阶那个娃，然后有火，你还没鸟，你还得救这个人，难道直接卖了？那开门战也是个问题。是啊，厂长的开门战其实有2个娃，他的位移能力又强，不太好去打。对。厂长的话，现在就是各方各面都比较均衡啊。就原来被大家所诟病的这种追击，第一波追击节奏，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也并不是说会溜厂长，对吧？然后还有很多玩家他也不太会去躲应对木炭的这种包夹，去躲木炭的刀，再包括厂长中比较能偷袭到人的次元斩啊，其实并不是很好去应对。是的，你看这一波他到时候再回头一波。 把红娃放过来，又能再拖一波时间。是的，顺便出了个刀。你看这波气象学家没有鸟了，就非常难救，很有压力的。给他刀，然后这边躲木炭，走位躲掉，很漂亮啊！到了这个段位，基本气象躲了，医生没躲啊。对对对，医生的话他刚下来，对，他还晕头转向的呢，因为刚从椅子上下来，这个可能腿有点麻。 对，做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就到了一个厂长非常经典的一个控场的时间了。他的2阶主要是能够让他的娃，相当于让求生者再多破半台密码机左右。对，这个其实还很重要的。而且厂长也可以打求生者之间的一个信息差。
感觉有的时候新版厂长像我们之前那个噩梦一样，确实是有的时候求生者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够去判出他的位置。得过去踩电了吧，要不然一会儿亮了。对啊。还有没有在偷了？对，意识到吗？好像没有意识到，但是这台机子明显是在抖的。得回去踩一下吧。啊，这样3人开门战了要。对，不过手里有闪，然后手里也有王。看一下先知这个鸟。 能不能多吸一点吧？看一下，对，尽量在开门战区把这个闪现给他防住，可以再等一等，我觉得。对，可以再等一刀。这样的话，哎，直接亮，那厂长就要开始控娃了呀。对，红娃放这里，然后本体传过去，相当于现在是另边2个娃，对，月亮门2个娃，然后这边门的话已经点到了70，手里有闪，感觉有点难点开，这个移速非常快，90。 哇！哎呦，一个风吹开，很漂亮。蓄力刀闪现，没办法。放火在这边，他应该是把火给娃娃了，好像是，让娃娃动起来。哎，偷袭吗？偷袭了一下，电到了，可以。给了一个擦刀。但这边还是倒人了呀，气象手里又没道具，很难走。对，你让气象依旧的时候也多交了一个风，对不对？ 依旧的时候，既然套鸟了，你就别交锋了，要不然就别要鸟交锋。对，那边在拆红娃，黄娃还走到这个门过来了，感觉这把4抓很难，但是3抓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。3抓差不多。对的。除非先知想过来争一下啊，但是先知的话，哎，过来了。对，看一下黄娃过来了，巡视到吧，感觉距离有概率能够刚好撞到，因为都往小木屋方向走。是的。看一下黄娃过来了。 但这个位置黄娃应该是透视到了，黄娃透视到这个先知，看一下鸟吸多少吧。刚刚是吸了很多了，感觉有个70、80，看这个位置能吸出来。主要是吸出来鸟，感觉也不是很好救啊。对啊，看这个移速实在是太快了。是。过去鸟吸不出来呢，感觉应该是。哎，不行，他们可能觉得，哎，反正3抓4抓也差不多，我万一争一个平，之后会比较少见了。 来看一下，还是女王蜂，哎，给了女王蜂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啊！要来看看这把能不能重新重振一下自己的荣光了。是的，来了不归林，相对来说比军工厂强点感觉。对，地形算是比较空旷的，是挺好发挥的一张地图。哎，过来找一下画家，手里能量已经满了，看一下这个位置就汲取一下加速了。是。 过来，感觉能不能拿1次1刀啊？先拿1刀再说。4的话，感觉拿不到。但是可以大胆尝试。哎呦，这个遮刺很远啊，厉害啊！再封一下走位，2根刺直接秒了。我天哪，感觉女王蜂这是打急眼了，有点儿，是吧？你看这2个这个试刺，简直是万箭齐发的感觉啊！ 看一下前锋，这把是有前锋的，画家倒得快，倒还好。不是前锋撞树了什么意思啊？咋回事啊？前锋拉球撞树了，拉了1/3的球撞树上了。表演节目给大家。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正常救起来吧？如果说只是正常吃一刀能救起来的话，感觉还是可以打的。飞轮先顶飞轮顶掉伤害。看一下第2波，画家倒不急，但是你不急的话，女王蜂也不急啊。哦呦，2个刺直接命中。 把前锋秒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宣布了，已经可以宣布了，感觉这把其实女王蜂节奏太好了，怎么打都感觉是一个平起了。是的，高手，还过来压到小说家的位置，还把小说家一个飞轮骗掉了。这波能不能拦小说家呀？看一下这个刺能不能再命中，贴脸一根就有压力了。对。 哇！打断隐喻了，对，那不好救了，救不了了。画家直接是1挂到底追了。另一边前锋就让他自己起来吧。对，开了2阶，看一下这个热杀风球，过去贴脸没命中，但是没关系，交出隐喻来，位置还算可以，手里能量也够，看这波，应该是要到了，应该是要到了，没办法了，因为他汲取一直在加速嘛。对。 给到压迫感很强，而且你打女王蜂，你只要把这个交互点下了之后，你必须得去翻，你翻的话就必须会吃它这个试刺。一旦吃到1根，可能就不太好溜了，吃2根那就基本上等于倒地了。对，哇，这一局女王蜂彻底证明自己了啊！
这局看着像真女王。对，是吧主要还是前期节奏太好了。对，地图也舒服一点。对，如果说前锋第一波撞就直接拉过来撞到，把画家掏下来的话，感觉是能打的。对，日常风球出去找人，看一下这一下命中，手里能量不急，吸一下不让他修出来密码机就可以了。对，吸一下，然后用一个汲取能量的加速回防。但你看拉队过来了，天赋没有带化险为夷，感觉不太好出来。 2个40够的，先吸过来一根飞轮躲掉，第二根没躲掉，再扎一下拉拉倒地，小拉拉。这局的话，小说家应该也走不了，很难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地窖局。地窖都不太好走啊！看密码其实刚修到3台，而且前锋状态很差。对。但前锋拨了一个护腕出来，前锋是不是要努力一下救一波？好像想救啊，站在地下室门口了。哎，挂了还不要不看这个护腕，看这个护腕，能不能操作一下？哎，但这个护腕回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人家好像是弹了一个可能副过玩家啊。好，来看一下这把是红夫人啊，先来一把暴力追击啊，平淡追击，平淡追击，没那么暴力，没那么暴力，没那么暴力，确实。看一下一个镜子投中场，抬到了谁？中场的是个枯丑啊！喂，小丑居然没有选择交火箭吗？感觉他那个位置其实也不太好交。对，就是我要不第一刀空了，我该交就交了，还是说他就是想吃一刀诱惑红夫人来追自己？都有可能吧，感觉也有可能是他那个位置视角没信息。哦，这刀被偷到了，没办法。对，有可能。啊，毕竟他懒得跟咱们多说。看一下，嘿，这个位置镜像抬得太好了，刚好是把酷手2条路封死了。你往前面走有镜像，往后面走有我本体，怎么走都不太好走。没事儿，有26，不要担心，好吧？这个虽然说这个秒倒失误啊，大家都有可能有，但是你只要2636逼闪36个半分钟，这把平局以上还是有的。对，机子也够的，因为至少是有个机械师嘛。对，看一下手里有闪，这波夫人贪不贪？哎，加速跑出闪现距离，走但了感觉。往前面走，我觉得可以省一个闪，倒还不急。这个位置还挺好博弈的。想直接冲窗户，看要不要冲动，应该是把闪省下来。哎呦，没办法，这刀加速还是挺快的。那现在的话，就看机械师杀爆2台密码机修的够不够快了。降低目标，爆屏。36必闪，好吧？咱们原本26该做的事情，36做总行吧？看一下幻灯师已经交道具了，这个位置是直接偷摸过来，监控者很难拿到信息。但是不能离椅子太近啊，要不然会提前结束自己一个投影。对。看一下，对于红夫人来讲，这一波不急，可以打针对。对，打针对又能省闪了。闪现再交给下一个人呗。针对打到吗？哎，没打到。幻灯师扛到了这一刀，那台镜子就可以准备交火箭了呀。对。看这意思想交闪吗？哦，交闪。对，因为镜像不保稳。对，不如交闪稳定一点。现在求者的状态也非常的差，看看有没有借尸，是不是要找娃娃摸一下，还是怎么样？啊，他在控娃娃，然后找自己摸了。看一下台这边的一个法罗，这是心软法罗，这刀给到了。感觉呀，看一看下面一波吧。法罗这个版本其实也挺强的，上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，尤其是打天王，对，作用非常不错。哎，跟错了，香薰手招是骗到了。下一波主动贴近，要去不让红夫人那么好的去交镜像，但很容易被闷出来，这个位置太空旷了，没办法了。又是一个冲动，去得到加速啊！这把冲动立大功啊！抬镜像，然后击倒了娃娃，现在密码机是更修不动了，差的还很多。这还有一个地下室，不过还是选择可以不挂，挂到中场去过来管一下界。对，看看能不能把求者密码机压住。但是刚刚也是亮的，但是没事儿，大门还有。大门一铲多着呢。还要被逼住了。
法罗下来还有牵制手段，但是机械械师没师没有招了呀，机械师没招了。对啊。现在2个半状态，求生者很难去打主状态，因为你其实位置都差不多知道。你别说，不知不觉间密码机好像快够了，要不是最后一台挂到遗产了啊。很多的时候就是求生者最后一波倒在遗产附近给挂过去了，从而导致求生者密码机不够。对，排位这种情况太多见了。如果是比赛的话，说不定还会好一点。现在是想让幻灯师来压满救，然后法罗起沙包的那台密码机少一点的那台遗产，沙包里那台。但感觉时间不够啊，手里有底牌有传送的。确定过半，这个人看看能不能排出来，排不出来我就传送，排出来了那也就基本上结束了。是的，然后幻灯师的话，他在这个静物投影的时间里，那个密码机在监控者视角是不动的。然后现在快压好了，准备冲过来救了。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时候就要镜像。哎呦，哎呦，救下来，救下来，密码机点亮，3人开门战。你说这事儿闹的啊？前期是那样。这把真的，这个幻灯师起到大作用，哎呦，但是飞轮被骗了啊！看一下机械师还是在红夫人那个辐射范围里，但是这波红夫人预判失误了，他以为机械师会走大房角落，然后去冲小门，但其实机械师绕了一圈去点大门了。对，但没事，传送在手，有传送。哎，传小啊！他想去排这个人，但是传小门这边。完了，法罗主动出来了。不是，法罗可以在门里待着的呀。对啊，他想着听到传送声就出来，以为是传大门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机械师过去一个镜子，如果说拦得下来的话，还是一个4抓。不是，关键真不差这几步路吧？我感觉。对啊，感觉出去等一等也行啊。看一下这个位置救下来，但是没用啊。幻灯师很。幻灯师。也没那么神秘了，哎，找到了，特效看到了，还好说刚刚那个镜像没第一时间去排出机械师的位置，对，如果排到的话，这把救不下来，直接4抓了。幻灯师有没有机会牵制地窖？现在还有机会能走一个，不过看机械师这个样子，想冲门，冲的是哪个门？冲小门？反正机械师肯定是能走的，应该。啊，冲到小门，来了小门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3抓。来，先看看我们下半场第1轮。第7局是我们的一个爱哭鬼啊！哇，这个角色感觉有点淡出大家的视野了。确实有点。很久很久没看到这个角色了，上一次好像还是小谎言在 IVL 的时候使用出来的。对。来吧，看看排位的情况如何。看一下这个树刚刚好是种在了一个边缘啊，所以说圈者能够绕一圈把这个蓝火带走。他就不用吃这个紫火，哦，不给他猜相持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蓝火先加魔速，前面应该是有距离有刀的。提前蓄力刀啊，防止的话，我一会儿想出清刀的时候，骑士的头盔 CD 转好。对。来看一下紫火还能再跟一圈，这个紫火时间算是有点长了，不想直接这样去拉。对，还是不敢盲视野拉啊，因为。爱哭鬼的话，他空一个火给的惩罚还是挺大的。对，但你看这个位置刚好是趁着一个生成树的一个僵直，拖出了一个树圈的范围，从而导致身上是没有携带紫火的。这样的话，对爱哭鬼来讲，要么紫火拉倒，要么闪现。哇，一波种树，一波闪，正好把2个平 A 给猜过去了啊！但现在有个问题是手里的树枝没了，闪现也交了。对，骑士手里还有道具，看看到时候26骑士能不能操作一下了。是的，不过现在救人也是个问题。爱哭鬼的一个手语还是蛮强的。来找个地方捡点树枝啊。好，没空。过来，弓箭手直接给零件射撞核心上面去了，很准啊，这个弓箭手。对。手里度很高。一个加速坦。再回头补一个秘弩。哎呦，秘弩真的还是太克制爱哭鬼这种加速了。不是他怎么这么会反预判骑士啊？他这波是直接一个拉火，就直接拉倒了。不过骑士这个带着荣誉共鸣这种半个盾上椅子的，我在第一次见啊，有点意思。这样的话，通缉先知，然后弓箭手也在脸上，真的不得不说，还得是绝活，还得是绝活。而且你不觉得骑士就是
尤其刚才那波猜的是普攻，他直接拉火了，因为那波按理说是猜体能的。是的，很多奇迹火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自火要绕过来了，身距很好，可以准备一个自火，但是没关系，没中。哎，这刀居然攻了，进板了，哎呦，好难受啊，好难受啊！本来可以秒续节奏的，他这个自火拉过来，刚好一左一右躲掉了。是。还是得先台板，现在爱酷也都不流行拉这种奇迹火的感觉，就是用火给压力，然后在你交互的时候再去拉，或者说打过加速，但是有先知啊。先知要鸟给的非常的及时，手里现在也没树枝了，那陪跑就陪跑的会非常舒服。对，不过有加速带，看一下往加速带外围走，给弓箭手一些瞄准的机会，没有瞄准到。但手里还有秘弩，可以再强制射晕你一波。是的，你看刚才那一波针对刀没打到，多么的伤啊！看之前没有去好好拆树，现在手里没树枝，多么伤啊！确实，没有考虑到这个持续的一个发展。对，想过来捡一下树枝，但这边其实是没有树的。那现在的话，弓箭手在脸上，卡尔明其实已经走得很远了，感觉有点毁了呀！坏了，要出问题了，密码机马上就好了。确实，这个时候感觉求者甚至都可以出去多修一台。没有树枝啊！除了一个加速，就是个白板啊，连火都拉不了。哎呀，好痛苦呀！很糟糕，真的很糟糕。有没有地方有树枝啊？这一块儿感觉都没有，最近的也要到中场的那台密码机那边去了。他又不敢走，走了密码机要亮了。密码机要亮了，只能平地追，但是平地追的话，先知能吸鸟啊！哎呦，又砸一半！我的天哪，太痛苦了！我估计鸟吸一半以上了，现在。你看这舞女还有空指挥呢。骑士去治疗弓箭手，对，然后再摸道具，骑士现在就直接找地方藏起来都可以。地窖也在中场，感觉这把对于春人来讲，真的三跑面很大很大。现在这个，你说爱哭鬼啊，往往说如果说拉火拉的不准的话，会被调侃成拉火厂长。现在连火都没法拉了，是什么？那就是加速厂长，只能放加速带是吧？对。想去处理也处理不了，人家另外一侧也有大遗产呀，主要是。对，要不先拆个树吧，手里没树枝实在是太难。终于有了，但是终于有一根树枝了。这个还不好种，因为有树，所以它没必要种。击倒密码机可以亮了。哎呀，4人看门战，感觉下半场上来就是一个手败呀。怎么看先知手里还有鸟啊，这个位置还有减速盒。一波加速，想直接赶过来看一下要鸟了吗？没要。先知看了但没给。对，应该是要晚了，或者说没沟通好吧。对。这样击倒想去小门看一下，但小门的人已经走去大门了，手里没传送，这把就很难再去有一个翻盘机会了。好可惜呀，这一局前期多好呀，要下来那一波居然那个刀没有打到，感觉真的就差一点点。来把跛脚羊哦，封野，这是个很少见的角色，看看是受不受委屈。千场不遇，一遇千场，是，这时候千场都不太够感觉，一遇万场那种感觉了。说实话，看不清他滑在哪儿。医院2楼刚才废墟鸟笼3板，哎呦，宙师怎么没了？宙师没了，宙师没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我的眼睛帧率有点不够，我感觉。真的，我刚就好像。没看一眼，怎么咒术师就直接倒了？对啊，好快的手速啊！这边想摸，感觉也摸不起来。哦，强制摸起来了，第一时间摸的。那很。又给了咒术师一些牵制的希望。对6的机会啊。对。现在闪现还没好。但你看，开局50秒，求生者基本没怎么碰过密码机。还倒了一次，感觉咒术师是不是想故意吃点伤害，然后去找医生啊？有可能想打一咒体系。对。而这一局你说这个阵容的话，打老头也不是很好打。看这个闪现吧，这个闪现起码得拿到点节奏。闪现别空啊，然后这边野人直接上猪 OB， 爬到空地上，给野人一些舒服的 OB 节奏，封一下外围密码机，然后最终的话再用能量台稍微封一下脸上这边吧。但风眼倒不怕这个野人，主要是要看旁边有没有控制台。打断，给一刀开出2阶啊，可以超平了。封一波可以直接挂了。
野人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对，拦在另一边一点办法没有。看这波能不能帮忙瞄准一点，能不能拱下来？哎，不行，被没推到。场上密码机一台，一台，野人都没修过。看一下响滴，但是别打针对。这野人他其实过来的话是想逼着去给一刀，因为他怕这个风眼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，不想让那个风眼把他的墙画出来。但是没办法，就是风眼这边手领太高了。对，这个点位经典的一道墙封死啊，这样的话你要等我的能量，你是等不完的。对的。再过来滑一下，哎呦，机械师如果说刚在那个墙里面，可能现在就倒地了。是。医生再滑一下娃娃好像滑掉了。医生过来的话，你光一个医生强摸是没有用的，你得有旁边 OB 贝过来干扰一下注意力才可以。这波要不要再来一波秒救？因为宙斯手里是有大侯的。但看医生这个样子，好像是要稍微再等一等了，要稍微卡一卡了。接近了。看一下密码机先封一封。啊，又滑到一下。封到里面了。可以再封一刀，这样的话两个人都出不来。先治疗自己吗？感觉来得及吗？再补一道墙。哎呦，这一下直接打到也倒了。外围是谁？外围是野人。但隔了一道墙，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等呗，这道墙马上消掉了，给到野人一刀。感觉求生者这一块有点丧失斗志了呀。一点办法没有啊。还能再干扰一下，接是破密码机，这个位置再把它封外面。哎呦。哎，没办法，哎呦，没办法。野人一边想调整方向，一边想按冲刺，生怕错过了这个交互撞的时间啊。对，但这个墙刚好起来，这个抽到医生，这没机会打了。这把真的就是非常绝活的一局啊。是，猛。就有些角色他机制摆在这里，绝活就是能让圈者没有办法去操作。对，而且这局风眼开2阶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前期的话就直接把咒术师击倒之后下来，野人在第2次 OB 的时候又直接给了2阶出来。对，这样的话外围就别想再修得动了。而且这样一个全图监控的监管者来说，你想走地窖还是个难事儿。别说走地窖了，现在能不能把地窖修开都是问题啊。还真是，还差个19的进度。对。看这个位置，2台密码机是全部都能被封死的，因为刚刚好有2个控制台，感觉机会不是很大。对，修不开，太难修开了。野人另一边又修不动，要来救也救不了，还要提防不要被风眼滑到。对，不过一会儿追野人的时候，看看机械师能不能偷开，最终可能还是野人去走这个地窖。对。但其实现在风眼也可以把密码机封起来之后，我人先走过去站住，这个时候我全场慢慢滑，你要补状态，我人再走过去把你们2个逮捕就好。哇，野人直接被画倒了。另一边直接把自己状态调起来，手里还有个魔术棒。哇！但是想走地窖还得去把那台81%的机子修开才行。这里甚至可以直接挂，以他这个熟练度直接挂。不过机械师找了一个好位置啊，他在医院里。可是密码机没开有啥用啊？没用啊。对呀，密码机没开，那有啥用啊？等一等呢，看密码机有没有密码机会自己修开。比拼耐心的时间到了，对吧？对，这个你监管者车比较慢，而求生者车比较快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反正我就在上面不下来。你要着急下一班的话，你就给我一个地窖。你要不着急的话，咱俩就隔着医院相望。对。但是啊，主要是这个地图它不能像月亮河那种，原来月亮河那种，对吧？真的隔桥相望。现在的话呢，你如果说真被找到了，你一边溜，一边没有办法修机，对吧？就是稳定的一个4抓。现在还把你娃娃划掉了，像看奥尔明都没机会。对。哎，他只是看到我没滑。反正也不急。主要是他身上也没有遥控器。对，也不急。哦，压起来了，那没办法了。完了，感觉有点毁了。冲出包围圈，还可以。交了魔术棒，但是滑到一下，看一下第2下把点封住了。要出来的话，这个位置是到另一台满能量。哎呀，没冲出去。来看一下这把哦，
也是到我们4大天王的一把喧嚣了。哎呀，但现在喧嚣也有点不复当年之勇啊！喧嚣的移速消完之后，其实感觉它有点慢。然后的话呢，我的双重惊喜啊，18秒。对，相比以前15秒还慢3秒，那就是慢上加慢，更慢。但是没事儿，4大天王还是4大天王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。对，哦，这波守门人结合拉拉队员给的一个振奋，就是为了把这个板子下了，是吧？看一下这波直接把铲子打出来，又上了一波双球，手里度很高。这也是我们榜上的一个老牌的 S 喧嚣了。但关键守门人他老在原地玩也不行啊，得转出去啊！可是这个位置架死了又转不出去。看一下，下铲，再来，白汤下铲，跟着踩板。哎呦，稍微卡了一下魔，无所谓。这位置感觉守门人就不会再出来了，应该是要硬生让你打我出来了。是。哇，红球没有上到。这守门人操作的很漂亮啊。倒了。还是应该铲子被打出来好一点，感觉啊，他最终还是选择省铲了，然后这波也省铲了。啊，这波救援看看谁来？哎，这怎么守门人躲好了？这就很快啊！我觉得守门人其实牵制还可以的，算是正常牵制，主要是他第一波身位拉得太近了，没办法了。没事儿，木偶师虽然让他躲好，但也没说不救他呀，对不对？你看木偶师其实还是心软了，对，过来救了。哇，非常漂亮一波无伤救，能无伤吗？真的无伤吗？有一点伤，有一点伤，那还可以接受。对，给守门人是不是第一时间叠的呀？哦，不够了，不够，放弃叠激励层数停了一波了。那下一波谁来呢？只能拉拉队员来了。但拉拉队员来的话，感觉还是要出问题啊。能救，但是救下来这个守门人很难牵制，而且又是角落，密码机又修不动。对，不如直接卖了。对，而且守门人铲子也没了。对，没啥救的价值了。看一下他们怎么取舍的吧。现在对于好像是没什么想法，收集一下信息就够了。好像是没什么想法是吧？没什么想法。就像往回在看到这个耳鸣消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逼出去了。这人是可以不用管了。该找法罗女士了吗？看一眼，感觉这个法罗其实不是很好追，我觉得可以去找拉拉。对，因为刚刚拉拉队员其实应该也在这一块儿，就是没找到。没事儿，现在对于喧嚣来说，就不管追谁，我先追上就行，先找到人就可以。对。看一下双惊喜排位置，排到的还是个木偶师啊。这边木偶师的话也可以追一追嘛。可追，插眼直接把位置插出来了。嘿，跳到另一边去了。过了。对，刚刚掉下去还卡住了。哎，给自己还关起来了，尴尬住了。没事啊，下去继续追。无伤大雅。还是过来管一下机子啊！这边是继续追击法罗女士。这个位置要等法罗的一个逆技消掉之后才能开始追啊，不然的话身位不太好判断，双重惊喜不太好放。对的，我也暴露出来了嘛。看这个位置有机会能秒的，板区好像是之前都踩掉过的。对，转红球带走了遗产。看一下双球再击倒，很快啊，基本上一个照面就倒了。是的。拉拉队员，终于轮到你上场了，该你了。对。哦，这边也是亮不了啊，而且刚才法罗女士那台遗产也不要了，木偶师选择新起。看一下，开始嘟嘟了，2波直接冲脸，但是还是很危险，有双球。这来给了一刀，给法罗一个小加速。但法罗这个位置，哦呦，很漂亮那个双球，每次都是卡了一个极限位置。对，现在我们18秒的一个双重惊喜，就要求监管者他每一波的双重惊喜都要瞄准了再放，要不然你的这个惩罚太大了。对，原来可能只是15秒，但是你循环是来得及的，但现在18秒可能总会有慢那么2秒。对，而且你可能差着2、3秒你就进不了点了，本来能进的，或者本来进不了，现在能进了，对吧？对的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莫要再过来救人。
能救是能救，但是救下来保不保活又是另一回事了呀。哦，第2刀没有打到。你没想着扛吗？哦呦，很极限一个荡身。哎呦，但是被远程的一双击偷袭了，不过还好，密码机是够了。对。这个位置2根香薰手棒直接出去，那这样的话有一个迷惑作用，回头哎，来得及吗？那边门已经一半了，感觉还是很偏平啊。好像能平。对，应该是平了。这样的话应该是平了。哎，最后时刻再跳下去，倒在角落，哇，平，最终还是保平了。那来看一下这场哦，台球手这不你最近的心头号吗？是啊是啊。你看看这个台球手怎么说啊？来对比一下。这个位置打小女孩应该是感觉有一刀了呀，太空旷了，手拿把掐了，感觉很快了。主要是小女孩她这个转点，她相当于是被2个击优点架起来那条线给逼出了安全点外，直接往大空地上走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到时候落地手里惯性也有个8、9秒，击倒他很轻松的。8秒钟的一个惯性，前面一个树叶。还有个才被推开，应该是要倒地了。哇，这个冲动加速对于台球手的适配是非常非常高的，对吧？一个蓄力刀加速，而且台球手他蓄力刀动作本来也长，也吃香，特别好用。对，大家本身有的惯性。然后这把那看下来，真的也确实啊，台球手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控场角色，前期快速击倒之后，真的就全场游龙了。对。这台球手打到就是秒倒之后，对于求生者来说，运营上是很绝望的啊，因为我可以形成一个封闭的领域，对，是吧？去慢慢的模拟的密码机，啊。最主要也就是台球手这个角色，在所有的控场监管里面，他是追击最强的那一个，对，最猛的。对。好，这边看一下有没有想救援的想法呢？应该是想救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。这个身位应该是差不多够了，他想闪开的话也没机会，只能老老实实收益了。打了一下，有主球，看一下主球，压迫一波，那不急了，可以准备去赌一波震慑，但是古董伤还是比较难去处理的。其实我感觉主球完了之后可以给一刀，对，可以给一刀，然后就强迫他去脸上站着，是吧？对，脸上站着，然后救下来之后，我擦刀差不多结束，能够再给一刀，无论是打到古董伤还是小女孩，对吧？你光一个主球你不动的话，人家在外围等着，他也不动，或者你再拉一根线，把主球拉到这个你古董伤的这个路径上，给你拉走，让你救不了也可以。但他没办法这样操作，刚刚的击球点已经封闭掉了。对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现在的话就是开始控场了，台球手真的很适配打这个阵容。是，囚徒、调香、古董伤没有一个很能够去擅长回状态的角色，主要是16崩盘，整体就很难再追了。对。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这几局，其实常规救人位越来越少了，这是排位的一个趋势。对，因为常规救人位修的越来越慢了。这种像调香师带化险为夷，或者说古董商带化险为夷这种，它都是起码我是一个100%修机。对啊，这样的话我能把基础的一个修机节奏能保证。是的啊，这边主球在3根线上游走啊，架住一个区域。是啊，抓不到啊。调香手里还有香水。这一波真的调香师牵制的很好，很好，换节奏了。对，一直不被破香。啊，这边找位置，再放一个击球点下来。啊，想骗翻不是很好啊。对，但是好在手里有一点惯性啊。对，5秒钟的惯性吧。看一下这个冲动，人家没想着下板。这一波确实是求生者撑住节奏了，博弈的很好。对吧？就是我到了后期之后，我会发现，如果我说以我这个追击能力续不上节奏的话，密码机是能慢慢磨开的。对，尤其是求生者他不掉状态，因为一旦掉状态，就是对于台球手来讲，惯性一多，拿刀更简单。对。哦，想来一个蹲起骗翻，但是，台球手这波的话呢，是直接一个蓄力刀不博弈。对，因为他只能赌了嘛，这波本身距离也不太够，他如果翻的话也是拦不住的。哎，这波主球抓得很好，抓到了，对，抓到了。对，他相当于是一个人球同走，是啊，主球和自己一个假想腰都在操作。最后一台密码器能围得住，那现在可以开始围着这台密码器开始去打球的状态和道具了。这个阵容是经不起道具和状态的消耗的。对，给他刀，把球组打成一个半状态，而且刚才那台大遗产机已经
进行了第1次的密码机进度扣除。对，已经回退了。摸起来，但是没用啊！我可以打你古董商3个半状态，到时候怎么样的也得把状态补回来。不过古董商这个机关枪交的非常的稳健。那我可以再回去处理那个囚徒。这样不急。他想拿古董商一刀，但是这时候密码机丢的有点多了。对。但没关系，下一波回退也快到了。对。过来先逼走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尝试去回退，第2波回退来了。对的。下一波闪现也好了。看这个位置能省闪吗？如果能省闪，一定是最好的。省了，又是这个惯性加冲动。对。那密码机也封住了，闪现可以直接交啊。囚徒一旦倒地，这把外面密码机修再快也没有用。不过在传输这点要注意。闪现92、93，不行，不够。能签。对，能签。台球手这波好像是没意识到，光顾着封密码机了。对，不过他封那一侧的话，没有什么影响啊。这边密码机能亮啊。对。放了。哦，这么着去防一下这个古董商，太求稳了。这样的话，应该是感觉上来偏3抓。对，偏3抓。囚徒是不会再过来了。对。但是这边。囚徒在椅子上指挥调香师去救援，调香师还真去了，但是呢，台球手这边直接选择回防，感觉好像来不及。来不及救，对，调香应该是来不及救，手里没道具了。但这落点没落好，看一下这个主球能抓到吗？哎呦，抓到调香师了！哇，完成一波4抓，谁？好，来看，哎呀，来了，就是这个时装啊，我们的恒光，太对了。哇，你看它这背后这个光圈，太神，多闪耀啊！对，你这镜像里这种感觉会更加的飘逸，镜像外的话就压迫感很强，抓到了大家想抢莱布泰密码机的这个心理啊。那再跟一跟，感觉这弓箭手是可以尝试深追一下了。对，可以等闪带走。反正外面密码机也是要到时候回退的嘛。主要是你不能放，你一旦把弓箭手放出去，满状态了。对吧？因为这一局有医生啊。有的约瑟夫会觉得医生是比较克约瑟夫的，但是也有的人觉得医生无所谓。你追医生就无所谓了，但是你要是说你把弓箭手放出去让医生摸，那就太有所谓了。这个咱们得分类讨论。嘿，这箭没射中，龙骨没打着。哎呦，这波是弓箭手的镜像给弓箭手扛了一刀。我来保护我自己，支援未来来了。哎呀，真没招了。看一下这波闪现也好了。弓箭手能不能有点什么预判的操作？有没有什么飞轮、臂弩啥的？看看要开始操作了，直接闪，没办法。很多约瑟夫喜欢骗，你知道吧？原地挥刀，但是他的话就直接闪，闪了之后这边还有一个地下室在狮子楼。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已经毁了。对，因为第一波就要看球者能不能去扛住这个镜像压力，没扛住还挂进地下室。就问题还挺大，好在说外围状态都没掉，再加上救人位是个记者，有记者能抢救，可以。对。哎，一个慢翻进去，但是还是被找到了。看这个位置有没有落地刀？哎呀，差一点没有找到，是放一个板娃，然后把人救下来，弓箭手直接往外冲。那记者还可以留在地下室里面，手里还能到时候再救一波。对，这个节奏对于球员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约瑟夫是必须得把这个。弓箭手得跟住的啊，先减员。对。不过这波牛仔要来了，过来 OB 了，先拿他开一个2阶，拿这个弓箭手开一个2阶，然后看一下牛仔这波可以去压这个牛仔哦。对。然后手里捏着回牌过来直接签。但牛仔能不能跟上？看一下来得及吗？哦，这样的话就来不及了。好像来不及了，王源走了。牛仔这个 OB 可以说是全 OB 位里边压迫感最低的吧，很难找到跟牛仔的。就是比牛仔这个 OB 压迫感还低的 OB。对，但是牛仔这个角色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，他跟任何 OB 位配合起来都是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 OB 组合。是。但是还是得个人的一个能力够强才可以。来看一下相打针对来得及吗？昊天就跳很慢了。针对刀打到了，这边牛仔有一个短暗钩的机会，短暗钩操作不了，时间来不及。哎，不行。只要贴近椅子，牛仔就根本操作不了。对，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镜像能拿多少节奏？好像牛仔也要倒。
没事，不一定能找到。哦，他这样打的话，就是想压求者的状态了，然后看能不能打一波暗杀。要去找医生。医生啊，医生那边有机要亮了，抓不到了。对。哎，不过好像镜像也打不了，时间要到。嗅觉是对的，本体也在附近。啊，但是往回走。啊，医生是往那个花坛那边走。对。那只能去控中场的2台了，这2台是最值得约瑟夫去控一控的密码机了。对。这边记者也提醒队友，闪现冷却结束。记得很牢啊。按镜像时间来记的啊，基本上过去2个镜像结束，算是这个冷却时间。哎，再过来找这个记者，然后牛仔那边找医生调好状态了。其实约瑟夫这局后边也不是说很好打，对吧？追击节奏起不了。然后的话呢，除非我能捡一波。但这约瑟夫也是带挽留的，开门战也是有机会能够操作的。对。看一下了，慢慢打拉扯。先欺负欺负镜像吧，控一控状态吧。对。啊！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约瑟夫到时候能不能把求生者状态打下来了，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。对。这把看下来，想想看啊，弓箭手在外面，对吧？然后其他3名求生者，一个医生，一个记者，一个牛仔。这把怎么说呢？就是弓箭手在外面，牛仔在外面。记者在外面，不是弓箭手已经飞了，所以在就是庄园外面了。现在是医生在外面，对，医生、牛仔在外面，记者在外面，约瑟夫也在外面。约瑟夫现在我不知道在哪啊，这个不好说啊。那没事，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吧。好，你看约瑟夫回归了啊，还是刚刚的约瑟夫。对，还是这个牛仔。是的，牛仔的话，这个医生镜像已经被挂到了。挂一波医生，哎，这个节奏还不错，看能不能找到了。找不到回来再处理牛仔也行，中场要给压力，似乎是很难找的，找不到感觉。对，医生倒在另一个角落。不过牛仔一旦去摸的话，这波回拍是不是能把牌定出来呢？然后再上底牌，再加上切一个移形，不过那样的话感觉会交太多东西啊。对，他不能去赌这一波。啊，只能来偷一下记者的状态了。记者状态的话，手里还有娃啊，这一刀打到了奥飞身上。记者还是非常能扛的，他在救人位里面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了。哎，这波找到了，治疗状态是医生先自己扎好，回牌，因为记者这边要保护一下牛仔嘛，要给一些压力。这个位置也算2连击，求生者不能急，得慢慢把状态调回来才行。是。好，再拍照。但这个镜像应该就是要考虑一下怎么样去拿节奏了，因为再拖的话，密码机其实要被磨开的。是。我来站密码机看一下，但人都是聚在另一边啊，想打暗杀，没抓到。现在约瑟夫就是假装很忙，但是也不知道在忙些。但要看这一波哦，还是要去暗杀，但是被求生者嗅到了。那还行，打医生一波节奏吗？感觉没必要，要追的话得死追了。但是密码机要够了。打牛仔的话就得挂牛仔了吧？不是，打牛仔一刀毫无意义啊，就得尝试去挂牛仔了呀，我觉得。对，你要不然就挂牛仔，要不然就追医生。打牛仔一刀，一会儿医生又满了。对。现在记者能挂上吗？来不及挂了，感觉。对，绝对是来不及的。能做到吗？能不能？来得及吗？没做到，哎呀，感觉很极限了，但是那个时间确实不太允许了。所以我觉得感觉就是最好是挂牛仔，然后再打记者一刀，可以打双人控场，这样的话才是最有机会的点。哎，医生怎么在这儿啊？医生怎么在这儿？在忙什么呢？这是大崩盘了呀，这波。啊，地下室见了。对啊，你看外围2个还得慢慢调状态。医生快了，医生现在多好了呀！啊，牛仔来了啊！我们的救世主直接交闪，能进板还可以，可以走位躲掉这个刀气。那这医生不太好挂了，刚签了很久了。但没事，换挂牛仔呗。一个蓄力刀，现在牛仔地下室怎么办？牛仔地下室是个问题。医生扎好救，对，就只能等医生起来再扎好救了。但医生
给他这个起来的机会吗？要不就直接亮了，但直接亮有挽留。底台切成传送，这样打的话没人去贴门，两个人都在脸上，压力很大呀。不过给到了救人娃一刀，那这波人是能救下来的。哎，想骗刀，这是何意啊？完了，记者也得躲好了，现在没效果，没意义啊！再把医生镜像打一打，确定脸上的人救不了之后，可以挂这手医生的镜像了呀。很诡异的一局啊，只能说是。没事，先保3抓也挺好的。这把感觉一度能看到平局的面，平局面对很大，不管是监管优势还是球人优势，都是有机会能保平的。对，但就是监管这边抓了一波医生的节奏，然后又抓了一波记者的节奏。已经看到爱哭鬼了嘛，对吧？哦，来了隐士，隐士哦，多快！你看，那这个就这局先照着8分钟走，好吧？没那么慢，没那么快吧？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结束。OK， 没那么慢，哎，看看吧。现在中场压一下佣兵啊，这是。隐士是有机会把求生者打崩的，但是如果你不崩啊，那崩的就是我了。这很双刃剑的一个角色。就有的时候你玩了一些像是几个台球手，玩了跛脚羊这样的角色，可能就回去打隐士，会觉得隐士的 CD 好长啊。对。不过没事，你看前期的话已经逼迫掉佣兵2个护腕了，3个了。OK， 很快啊。那很快了。移形过来，移形当闪现用。这一下重，但是能人扛啊。看求者这边的一个分配也分配的不错，哎，画家是第一波来扛的，这转点又转回去，相当于移形用了2次啊。嘿，哎，这个奇迹居然没有上到，但是要不这都拿刀了，对吧？本来是有机会拿刀的，但是双方各自失误吧，佣兵的转点有些问题，然后隐士的奇迹也没中，对。互相是此消彼长啊！那现在还能再扛一刀，因为外围还有机械师的娃娃。好，这波蓝电非常精确啊！然后消电，随机换了一下电，但是机械师本体也已经把电切上了。对，感觉机械玩偶应该也是切了的。看看这波掉多少就知道了。好像应该是没切。对，应该是没切。我这样打的话，哎，不想追佣兵了，换节奏啊！但是这是个机械师啊，隐士的终极打法，换节奏。嘿，一个无天摇的电，结果自己给歪了，把自己骗进去了。对，先踩板架住这个单窗。但想要再处理机械师，还要花很多时间。是的。另一边牛仔也能再来扛了。哦，这个蓝电上的非常精准啊！这个再连定住还能吃刀。下一波要注意了啊！对，下一波要注意了。下一波注意了。不过那边再补状态应该也能。对，但牛仔要白吃这一刀，要不要飞轮木压一下？还有一个奇迹能操作一下吗？有没有机会木压？没机会操作了，到了。这只能是远程木压啊。远程只能靠这个语音协同一下，就感觉可能哎，我要吃到了，你得飞轮规避一下。对，不过这样风险还是太大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吃刀吧。现在再治疗一下牛仔。第一波救援让谁来救呢？因为现在得摸电啊，佣兵得摸电才可以。好，佣兵这个状态不摸电要双倒的呀。密码机的话，其实也没修多少，因为前期都在跑图调状态，比较零散。然后现在是牛仔过来 OB 抽一波勾中，但是没用，没办法。这隐士奇迹和他的一个再临准确率很高啊，还是比较高的。对的，还是比较高的，很熟练的那种。这不还能再打一波状态吗？选择上冷电，就想打快速击倒。对。
但是红电应该也倒了吧？感觉。看一下这波牛仔能不能被被木压了？那没办法了。主要是牛仔这个角色离得越远，他越难勾到，很容易被监管者木压到。出手那个动作太明显了嘛。牛仔一般就是采用那个取消钩这个来骗他木压。对。但是终归来说，这个 OB 这一块确实牛仔现在是有点很难排上号啊。但没事儿，别看我 OB 的不行，但是我修的也不快呀。对啊。哦，你看这个钩总可以了吧？这个漂亮啊！但是自保能力还是很强的啊，牛仔。过来看一下。想打针对，哎呦，牛仔砸板砸的时间长，砸板能力也非常强的。对呀，砸板砸晕的时间长啊。封住楼上的走位，给到一刀。牛仔在旁边，密码考验你 OB 的时候到了，就差最后一点，只要勾下来一次，一个端勾下来了，做到了。牛仔走位躲掉了奇迹。不急，现在完全不用着急。密码今天好了，隐士也知道，已经贴好了，还在走位躲，贴连躲2个奇迹吗？这种贴连都能躲吗？看一下，下一次又好了，躲不了了，躲不了了，只能签了。放了。短勾，看一下能不能再勾一波，做到了！哎呦，再勾一波，太漂亮了！哇，那这样的话，感觉放一个合适的位置可以摇下来了呀！不愧是排名前列的 OB 位啊！牛仔的 OB 能力一直都是被人低估的。看一下，我觉得可以勾了。摇了，可以摇了，应该是这还摇不了？难道摇不下来吗？这都摇不下来吗？牛仔的 OB 能力一直都是被人高估的呀！我真没招了。这都摇不下来吗？感觉真就差最后一点点就能摇下来了吧？勾了2次，放了1次，真就差最后一丝了。感觉基野士和牛仔都很后悔，真是酣畅淋漓的末班车呀！看一下另一边的门还点的不多，才30%。移情过去，手里还有奇迹，还能再争。对，但是脸上还有人，看能不能预判到吧。很难，很难。他要是硬排的话，应该是能平的，应该是能平了。对，他这个再临过去距离也不太够了，除非说他要去打断点门的那个进度才行。但现在的话已经有点晚了，而且，就是相对靠后的佣兵身上没有电的，你还定不住他。对，要定的话只能定住那个牛仔。保平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末班车最终。第一天的排名情况啊，来看看前8名的队伍啊，萌喵出没啊，嘉顺 Wild 仙明源队牌子神，大唐天子，哎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些队伍他们前期不着急冲，是对，后面才会着急。